赵女士，您本次消费一共1000万，您请过目。林飞啊，这剩下的半块牛排呢，就奖励给你，吃完了啊，顺便就把单买了。哦，对了，我呢一会儿啊要跟子轩带小宝去玩。哎，若雪，这牛排都凉了，林飞会不会不喜欢吃啊？别说凉了，就算是只剩下这一根骨头，我让他吃啊，他都会高高兴兴的吃完的。赵若雪，你的意思是，我吃你剩下的，替你买单，然后还要对你感激涕零？怎么样，是不是很惊喜啊？你以前吃我剩下的呀，可从来没有得过我任何的好脸色。今天啊，我主动奖励给你半块牛排，还是我吃过的，你心里啊一定乐开花了吧？哎，我都对你这么好了，你呢是不是也该好好表现一下，把单给买了？哦，对了啊，再给子轩啊充一张会员卡，里面充1000万，只要你充好了，下次啊我就再奖励你半块牛排。我以前吃你剩下的，那是因为你每次都点的太多了，我见不得浪费。哎呀，行了，林飞，你就别说这些有的没的了，赶紧掏钱买单，我还要带子轩他们去游乐场玩呢。经理啊，把账单给他。哦，对了，再充1000万的会员卡。啊，赵女士没问题。不过我要提醒你一句，咱们的会员卡是实名制，一旦充值了就必须付钱，不然的话……经理，你有完没完啊？你就2000万嘛，你看不起谁呢？也对，2000万呢，对于你们来说的确是一个天文数字，但对于我来说，它就是一顿饭钱。哇塞，我们一年才吃3、4次米其林，他们直接充卡1000万。唉，人家吃顿饭都要1000万，充卡1000万算什么？若雪，我可是哈佛博士，等我创业成功了呀，我还你2000万。我相信你的实力，但是啊，你也不用报答我，毕竟啊，今天林飞对你们发火了，我补偿你们是应该的啊。赵女士，会员卡已经办好了，您本次消费2000万，请问是刷卡还是转账？林飞，你还傻坐在那干什么呢？眼瞎了，还不滚过来给钱？给钱？给什么钱？若雪，你们，哎呀，林飞，谢谢你啊！多亏了你的肾，这才能让我活了下来。什么意思？若雪，你不是说你出了车祸，急需一个肾救命吗？难道说你根本就没出车祸？你骗我，把肾捐给了韩子轩？哦。还不止一个肾呢，林飞，我还要谢谢你的帮助，这样才能让我的公司做大做强。只可惜呀，你的公司却要破产了。哎呦，赵若雪，我才是你老公，你为了韩子轩掏空我的公司就算了，你还骗走我一个肾。你还是个人吗？你公司倒闭，完全是因为你经营不善。而子轩的公司能够起来啊，那是因为子轩从国外回来，有先进的管理经验。还有，你的肾捐献给子轩，能让子轩发挥更大的价值，那可是你这一辈子最大的荣幸了。你什么你啊？一个肾斤斤计较，真是小家子气上不了台面，跟我们家子轩啊完全没得比啊！咱们离婚吧。赵若雪，你狼心狗肺！
林飞啊，这件事情你可谁都怪不了，要怪呀，只能怪你自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舔狗。操！如果有来生，我林飞再也不做舔狗。怎么回事？我这是重生了！老天有眼，居然真让我重生到5年前，重生到赵若雪把韩子轩父子刚接到家里住的时候。这一世，老子要为自己而活，再也不做舔狗。我还要让赵若雪他们付出1000倍100倍的代价。韩小宝，你家大人没教过你吃饭不要乱扒拉菜吗？饭菜这么难吃，还不让人挑啦？小宝，这饭菜虽然难吃，但你林叔叔呀，毕竟也是个大人，给他点面子啊，将就一下。林飞啊，你也别生气，小宝呢从小从国外长大，这说话比较直，也不是故意的。你们父子俩在我家吃我的住我的，现在还嫌弃饭菜难吃，你们要不要脸？林飞，你个大男人吓唬小孩子算什么本事呀？再说了，我们小宝啊，从小在国外长大，吃不惯国内的这些科技与狠活，那挑菜能怪他吗？而且子轩呀，可是哈佛双博士，能在咱们家住下呀，那是你这个钻钱眼里家伙的荣幸，摆脸色给谁看呢？马上给子轩和小宝道歉。他们两个吃我的住我的，现在还要嫌弃这嫌弃那的，你让我给他们道歉。哎呀，若雪，你也别怪林飞了，我跟小宝呢就不应该来，耽误你们的2人世界了。子轩和小宝是我请来的，你冲他们发火干什么？有本事冲我来呀！再说了，家呀是讲爱的地方，不是你讲理的地方。让你道歉，让我高兴，怎么了？你是想离婚了？没事啊，小宝，不怕。国内的这些饭菜确实垃圾，你吃不惯也很正常。咱们呀，去吃米其林餐厅。我要吃今天空运回来的新西兰牛排。这新西兰牛排再搭配82年的拉菲，一定最美味了。今天呀，我一定得好好品尝品尝。不过，若雪，我跟小宝呢，经常在国外吃牛排喝拉菲，那是因为国外便宜，但这些东西在国内属于进口，会不会很贵呀？没事儿，再贵咱们也吃，只要子轩你啊和小宝高兴就行。反正啊，到时候也是林飞给钱。可是林飞他现在这么生气，会给我们掏钱吗？别说让他给钱了，就算是让他给我1颗肾，他都得屁颠屁颠的给我献上来，不然失去了我，他的人生可就没有意义了。吃米其林餐厅，我给钱。老婆，你一直想要的那款海洋之心，我给你买到了。来的刚好。对了啊，小宝把餐厅弄得有点乱，你去掏钱赔付一下。我呢，就跟子轩他们先去游乐园玩了，好不好啊？走吧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听不懂人话呀？还不赶紧去订餐厅啊？饿坏了小宝，你负得起责任吗你？哦，对了，还有啊，再给子轩办一张会员卡，里面给我充值1000万。他们呀吃不惯国内的这些饭菜，就可以随时去吃米其林餐厅了。这个呀，
可是我给你将功补过的机会，给我好好表现。好，我这就帮你们去订米其林餐厅，让你们好好享受享受。这还差不多。走吧，小宝。上一世老子太纵了，替你们赔了米其林1000多万，这一世我倒要看看你们怎么收场。你看，舔狗就是舔狗，只要我一生气啊，他就乖乖的照做了。汪汪汪！高律师，帮我冻结了赵若雪的银行卡，还有，再给我准备一份让她净身出户的离婚协议。你好，请问几位定位了吗？定了，赵小姐，2等座，26号。什么？2等座？那岂不是要对大厅人挤人呀？我跟小宝在国外一直坐的都是靠窗的1等座，那样比较有隐私空间嘛。既然林飞你没订到，那我们将就下也行吧。嘿，2等座狗都不坐，做饭做不好，定位也定不好，废物！哎，林飞，小宝在国外长大，哎呀，注重隐私啊。而且我们以前一直都是坐的1等座，坐不惯2等座。你呀，就别跟他计较了。服务员，给我换你们这儿最豪华、最昂贵的至尊座。小姐，这等座位人均消费10万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觉得我付不起钱啊？你信不信我投诉你啊？几位这边请。哎，林飞，快过来坐呀！这个是米其林餐厅的至尊座，你肯定没坐过吧？快过来试试，很舒服的。事情都没办好，而且啊还没跟你们道歉呢，吃了也浪费，不用管他。对，你们吃就好了，我喝杯水。哟，有你这份态度啊，就还算有救。行吧，那我一会儿就留点牛排给你吃吧，算是对你知错就改的奖励。谢谢啊，不用。行了，你就别在那装腔作势了。以前啊，我每次吃剩的饭给你吃，你都吃的跟山珍海味一样。哎呦，我就说嘛，林飞怎么能追上若雪你这样的大美女？原来是舔来的呀！哎呦，佩服佩服！行了，你就别在这夸他了，一会儿啊，他该骄傲了。哎，子虚，你快看看，你跟小宝要吃些什么？这澳洲龙虾和帝王蟹的味道还不错，我在国外啊经常吃。若雪，你可以试试。服务员，那就给我来3只澳洲龙虾，3只帝王蟹，3份新西兰牛排哦，再帮我开1瓶拉菲。好的，几位请稍等。哎，若雪，这点的会不会有点多呀？没事儿，再多呀也有林飞买单。这个呀，可是我给他赎罪的机会，他要是不好好表现，我可是不会原谅他的。哎，小宝去哪儿了？飞啊！啊！这谁家小孩呀？怎么把我们酒柜推翻了？这样我们怎么做生意啊？哎呀，小宝，来，不就是推倒了你们的酒柜吗？这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小宝从小在国外长大，那是自带解放天性，活泼自由，不像国内的那些小孩，又呆又默，死气沉沉的，毫无活力。解放天性到国外去啊！这里是国内。再说了，解放天性就可以推倒我们的酒柜吗？哎呀，行了，就是一点红酒嘛，小题大做的，大不了这些红酒我全都买了。哇塞，10几瓶顶级红酒，直接全部买了。那些红酒可都是20多万一瓶的。这个女人到底是谁啊？这么豪横？是啊，我还以为他就赔偿那几瓶碎掉的酒呢，没想到他全都给买了，5、600万哎，真好。这位女士，您刚说的是真的吗？
这些红酒，若雪，这些红酒，哎呀，没事儿，不就10几瓶红酒吗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今天喝不完呢，那就带回家，让你跟小宝慢慢喝。行了，这些红酒我全买了，你开个价吧。好的，这位女士先生，刚才的这些红酒以及至尊座和酒菜共计777万。这数字不太吉利，800万这个数字挺吉利的，直接800万吧。这位女士，您确定800万？绝了，真是毫无人性啊！我还真是头一次见这吃饭反向砍价的。是啊，这么豪横，这个女人到底多有钱呀？那男人可真享福，直接少奋斗30年呢。哦，不对，可能一辈子都不需要奋斗了。这位女士，您确定800万没有问题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瞧不起人啊你？你以为我是那种没钱打肿脸充胖子的人吗？哎呦喂，那是我们的镇店之宝加菲猫，价值200万啊！这位女士，麻烦您看好您的小孩好吗？能不能少在这逼逼了？不就是一个招财猫啊，大不了一会儿我一起买单不就行了？哦，行，走啊！子轩，让你见笑了啊！国内的这些人就是目光短浅，他们总是把物质看得比孩子天性都重要的。也没事儿，我是受过文明熏陶的人，我不会跟他们一般计较的。小宝，你得注意点，知道吗？这里可不是国外，没有那么多宽容，你不能太奔放了啊！走，咱们回去吃饭。哎呀，小宝，走，走吧。走。接下来，我倒要看看你们怎么买这个单。赵女士，您本次消费一共1000万，您请过目。林飞啊，这剩下的半块牛排呢，就奖励给你，吃完了啊，顺便就把单买了。哦，对了，我呢一会儿啊要跟子轩带小宝去玩。哎，若雪，这牛排都凉了，林飞会不会不喜欢吃啊？别说凉了，就算是只剩下这一根骨头，我让他吃啊，他都会高高兴兴的吃完的。赵若雪，你的意思是，我吃你剩下的，替你买单，然后还要对你感激涕零？怎么样，是不是很惊喜啊？你以前吃我剩下的呀，可从来没有得过我任何的好脸色。今天啊，我主动奖励给你半块牛排，还是我吃过的，你心里啊一定乐开花了吧？哎，我都对你这么好了，你呢是不是也该好好表现一下，把单给买了？哦，对了啊，再给子轩啊充一张会员卡，里面充1000万，只要你充好了，下次啊我就再奖励你半块牛排。我以前吃你剩下的，那是因为你每次都点的太多了，我见不得浪费。哎呀，行了，林飞，你就别说这些有的没的了，赶紧掏钱买单，我还要带子轩他们去游乐场玩呢。经理啊，把账单给他。哦，对了，再充1000万的会员卡。啊，赵女士没问题。不过我要提醒你一句，咱们的会员卡是实名制，一旦充值了就必须付钱，不然的话……经理，你有完没完啊？不就2000万吗？你看不起谁呢？也对，2000万呢，对于你们来说的确是一个天文数字，但对于我来说，它就是一顿饭钱。哦，哇塞，我们一年才吃3、4次米其林，他们直接充卡1000万。唉，人家吃顿饭都要1000万，充卡1000万算什么？若雪，
我可是哈佛博士，等我创业成功了呀，我还你2000万。我相信你的实力，但是啊，你也不用报答我，毕竟啊，今天林飞对你们发火了，我补偿你们是应该的啊。赵女士，会员卡已经办好了，您本次消费2000万，请问是刷卡还是转账呢？林飞，你还傻坐在那干什么呢？眼瞎了，还不滚过来给钱？给钱？给什么钱？林飞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菜是你们点的，招财猫是你们砸的，卡也是你们充的，我就喝了杯白开水，我给什么钱？哦，不对，白开水也是要给钱。我如果没记错的话，10块钱一杯。我的钱我给了，你们的钱自己给。我好像见过这男人，叫林飞，是上市公司的老板。那个女的是这林老板的妻子。我呸！我还真以为是什么富婆呢，结果就是一个吸血鬼。自己吸血也就算了，还帮着自己的野男人吸血，真是不要脸。一顿饭连吃带拿2000万，这女人对自个儿老公可真狠呐！闭嘴！我们的事情还轮不着你们这些外人指手画脚。赵女士，您的家事我们确实管不了，但是这钱必须得付，如果不付，我们只能报警了。若雪，我可是哈佛博士，我前途无量的，我不能坐牢啊！我没事，子轩，我来解决。林飞，这钱你给还是不给？你确定要跟我赌气吗？自己吃的饭自己给钱，我林飞可没有替外人买单的嗜好。若雪，子轩，别急，不就2000万吗？我赵若雪又不是给不起。林飞，你不会以为你不给钱我就没有办法了吧？哦，还是说这是你对我欲擒故纵的手段？我告诉你，没用，这样只会让我更看不起你。而且刚才我可不是求你，我是在给你机会，但是你错过了。经理，2000万刷卡。银行卡余额不足。若雪，你不是跟我说你有好几千万的存款吗？这怎么会余额不足呢？怎么可能余额不足啊？一定是哪里搞错了，一定是你们这个机子搞错了。赵女士，这台 POS 机其他客人刚刚刷过，一定不会有问题。是不是您的卡？不可能，我的银行卡里面有5000万呢，都是我老公给我的零花钱，刷不出来啊，那就是你们这个机器有问题，给我换一台机器刷。银行卡余额不足。这怎么可能啊？赵女士，如果您确定卡里有钱，但是一直刷不上的话，那只能是一种情况，这卡被冻结了。冻结了？林飞，是不是你把我的银行卡冻结了？啊？我可没权利冻结你的卡呀，我只能冻结我自己的卡。你刚刚刷的是我的卡呀？那不好意思啊，我的卡已经挂失了。你们自己吃饭，自己买单。你要给韩子轩充卡，那就刷你自己的卡。什么你的我的呀？我是你老婆，你的就是我的，你怎么这么小肚鸡肠呢？总是针对韩子轩父子。花2000万跟白月光吃饭，给自己老公吃半块牛排，我还真没见过这种女的。不知道的还以为这白月光是她老公呢。就是刷自己老公卡刷不出钱来，还骂老公小肚鸡肠，真是不要脸。你们闭嘴！你们懂不懂什么叫男女之间的纯友谊啊？你们这些心脏脏的人，看什么都是脏的。
哎，你们有什么事冲我来啊？别对若雪指指点点的。林飞，你看见没？子轩他对我多好呀！冲冠一怒，这才是真男人。不像你，小肚鸡肠的，只会拿钱羞辱人。既然你这么说的话，那我更不能掏钱了，免得羞了。王八蛋，你不买单，我让若是阿姨跟你离婚。双喜临门，好啊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我会让律师把离婚协议送过来。哎，不许走，想走也可以，先把单买了。子轩，你不用拦他，他呀，一看就是欲擒故纵的手段，让他走，最多10秒钟啊，他就会屁颠屁颠的回来。以前每次跟他吵架呀，他都会出门给我买个礼物，主动回来给我赔罪的。你是说林飞出去是为了给你买礼物赔罪？林飞，你今天让我非常生气，可不是随便买点礼物就能让我原谅你的，我是不会被你轻易哄好的。赵若雪，此一时彼一时，你要是觉得我会买礼物来给你赔罪，那你就等着吧。林飞，赶紧把2000万掏了，我呢可以替你在若雪面前美言几句。错了，是2100万。刚刚你儿子打翻的东西价值100万，你们赶紧掏钱，如果不赔钱，我就要报警了啊！林飞，听见了没有？赶紧掏钱呀！再不掏钱，你跟我们都走不了。要不你问问经理，我需要掏钱吗？林先生刚刚只是喝了一杯白开水，并且已经付过钱了，他随时可以离开。林飞，你差不多得了，你不就是想让我低头吗？我真是看不惯你这副矫情的样子。我告诉你，我是不会为金钱折腰的，更不会向你这种垃圾低头的。这个是最新款限量版的保时捷，价值2500万，你先拿去抵债吧。哎呀，若雪，还是你机灵啊！懂得用保时捷抵账，这样我跟小宝就不用留下污点了。你也知道，在国外啊，最看重信用了。不过若雪，以后呀，你一定要远离林飞。肯为你花钱的男人不一定爱你，但不肯为你花钱的男人一定不爱你。若雪阿姨，你跟这废物离婚，嫁给我爸爸，我爸爸有绿卡。离婚？好啊，求之不得。你居然还在这笑，林飞，你看不出来我是真的生气了吗？你为了区区2000万，竟然让外人笑话我！区区2000万，你这么看不起2000万，你倒是拿出来呀！花老公的钱请野男人吃饭充卡，还这么理直气壮，呸！真是臭不要脸。没错，人家林飞虽然有钱，可也不是大风刮来的，凭什么给你和野男人花呀？我能让林飞掏钱，那是在给他表现的机会。但现在我自己就解决了2000万，他呀就一点用都没有了。说吧，林飞，我不需要你掏钱了，你现在还想拿什么东西来讨好我？经理，不需要林先生掏钱，你就自己把钱给付了。我刚刚不是已经拿保时捷给你抵账了吗？那个是我刚买的，价值2500万呢。这个保时捷根本就不是你的，刚刚已经被车主的委托人合法合规的拖走了。混蛋，是不是你找人把我的车偷走了？偷？这辆保时捷是我花钱买的，行驶证上写的也是我的名字，我把它拖走不是很正常吗？那可是你送我的生日礼物啊！你怎么好意思收回去的？你不觉得丢人现眼吗？你不是不喜欢我拿钱羞辱你，那我就把羞辱你的东西一一都讨回来。赵小姐，不要再撒野了，你们赶紧把钱给付了。最后再给你们10分钟，如果掏不了钱，我马上报警。若雪怎么办呀？林飞这是要害死我们呀！林飞他就是故意跟我赌气，他就是想赢我一次。我虽然不想低头，但是为了你跟小宝，我愿意跟他说一句对不起。
林飞，今天的事情我跟你说对不起，我已经跟你道歉了，现在你能掏钱了吧？还有，立刻解冻我的银行卡，再找人把我的保时捷给我送回来，别耽误了我跟子轩他们一会儿出去玩。你纠正了我们的脸，我要让你多赔一点钱。2200万。反正这王八蛋有钱，我要多砸一点。2300万。2400万。2500万。哎呀，小宝，你小心一点儿！哎呀，别受伤了。这国内的医疗条件不好，受伤的是很难治好的。儿子当众砸人家酒瓶，这当爹的不但不阻拦，还鼓励，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。砸了2500万，待会儿拿不出钱来赔偿，我看熊孩子他们怎么收场。2000万和2500万对于林飞来说，那根本没有区别。林飞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掏钱？难道你还想让小宝多砸几个东西吗？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！一句对不起，我就给你2500万，我是你爹呀！呀，若雪，你看林飞他又要耍赖了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再不掏钱，待会儿经理真的要报警了。来人！哎，你们干什么呀？干什么？耍了我这么久，打坏我这么多东西，不赔钱是吧？好，我先把你们打一顿，然后再报警。林飞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掏钱呀！又不是我砸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儿子不是国外长大的，要解放天性，继续解放啊！找我干什么？林飞，我已经跟你道歉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难道你还想出尔反尔吗？我可没答应过你，你一句对不起，值2500万吗？林飞，你是不是觉得你故意惹我生气，我就能多看你一眼？我告诉你，一句对不起已经是我的极限了，想要其他没门儿。还有，你一个大男人，天天跟农村妇女一样，用些勾心斗角的争宠手段，只会让我看不起你。赶紧掏钱啊！再不掏钱，我就真的要生气了。那你继续生，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生出来2500万。林飞，你真的气死我了！你，哎呀，我头疼。怎么样？林飞，你看子轩他都难受了，人命关天，你还在那玩你幼稚的小把戏呢，你有没有良心啊？我最后给你10秒钟，不掏钱，你就会永远失去我。林先生，协议已经拟好了。林先生，这是你要的离婚协议，上面还列清了赵若雪手中的所有资产。高律师，这点小事儿还劳烦你亲自跑一趟。林先生，您是我们律所最大的客户，我怎么能不上心呢？哎呀，林飞，我还真是没想到啊！你为了引起若雪的注意力，你的心思还真多呀！你现在不仅学会拿钱来羞辱若雪，你还找漂亮女演员来刺激若雪，你未免也太恶心了吧！就是，都多大的人了，还玩这种小学生的幼稚把戏啊！赵小姐您好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高静，是一名律师。装，继续装！你这条项链我见过，这可是价值3000万的东西啊，叫海洋之星，藏在港城第1珠宝店。所以说，你和这个项链全都是赝品。行了，别演了，你赶紧滚回去吧。林飞给了你多少钱？不用退了。不好意思，这个项链确实是昨天我从港城拍卖会上买回来的。什么？难道他就是拍下《海洋之心》的人？他是高静。高静，万盛律师楼的主任，中海第1大庄。天哪，那可是身价10亿的白富美啊！什么？律师？律师竟然知法犯法当小三儿？居然敢勾引若雪的老公，怪不得他的舔狗不舔他了，真他妈不要脸！我去！
你干什么？韩子轩，你还敢打人？你有病吧？林飞，你不想我跟若雪有接触，你就直说嘛啊！背着若雪找小三，你算什么男人啊你？若雪，对不起，都怪我们父子拖累你了。但我没有想到林飞居然如此的心胸狭隘，就因为嫉妒我们，就搞出这么一堆烂事儿。我们还是离开吧，以后再也不来打扰你们二人世界了。小宝，我们走。我让你走了吗？哎，你们干什么呀？打了我就想走，哪有那么便宜的事？上！你们干什么？别打了！若雪，救我！别打了！你们别打了呀！要打你们就打林飞呀！林飞，你还看着干什么？你还不赶紧帮忙让他们住手呀！是他韩子轩自己手贱，打了人家高小姐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再说了，高小姐的这2个保镖这么壮，我上去也得挨打。你皮糙肉厚的，那挨打怎么了？子轩刚从国外留学回来，背景优越，他不抗打呀！老子就该被挨打是吗？行，我可以帮你。停！但是我有一个条件，把这份离婚协议签了，你净身出户，我就可以去帮帮他。不然的话，你就等着他被打残。这都到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玩这种以退为进的小把戏？你把离婚协议撕了没用，我会让高律师给你第2份，而且我不光要你净身出户，我还要把你们家从我身上这么些年夺走的财产全部拿回来。林飞，你就别在这装腔作势了。你一个大男人，心胸怎么能狭隘到这种地步呢？明明2000万就能解决的事情，你非要搞出这么多小把戏，不嫌丢人？2000万对你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，你为什么非要把大家闹得都不开心才甘心呢？而且你甚至还想拿离婚来吓唬我，你吓唬得起我吗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做这么多，不就是想让我重视你吗？我要是真的签了这个离婚协议，你到时候又要来跪着求我了。子轩，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子轩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补偿你的。你是为了我才被打成这样，不像某些人那么自私。林先生，您的生意确实做得挺不错，但是看女人的眼光实在是有点差。没错，以前我确实是脑子进水了，不过我现在已经醒悟了，就是要麻烦高律师重新再出一份离婚协议了。放心吧，林先生，我一定替您办到。走。对，走，我们带你去医院。等等，2500万没付就想跑路了？瞎了你的狗眼吗？没看见我被打成这个样子？吃霸王餐啊，3番5次的耍我，现在还出言不逊，老子不打死你！来人，打！你干什么？别打我了！飞，我现在已经彻底生气了。你今天要是敢走，我就跟你离婚，我会让你永远生气我的。我是留学博士，我靠不住了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！不就是2500万吗？我给。停！救我！我呸！还国外回来的，就这靠女人吃软饭的垃圾！喂，妈！林飞这个狗东西，居然跟你玩欲擒故纵！明天我一定要狠狠的收拾他！就是，好家伙，掏走我们2500万！姐，这回千万不能再心软了，必须让他赔我们2个亿！照我说啊，女儿，林飞那舔狗没什么价值了，不如
如早点离了，嫁给子轩。人家子轩好歹是从国外回来的博士，受过高等教育，不像林飞土包子一个，早就看他不顺眼了。要不是有几个臭钱，早让你跟他离婚了。真是。小宝，哎呀，子轩，你就别说小宝了，小宝啊，这是本性保持纯真，不像国内那些小孩那么虚伪。哎，你们快看看小宝啊，多聪明啊！小小年纪啊，就知道吃草莓尖尖，好的都吃了，不喜欢的就全都扔了，毫不遮掩，多纯粹啊！对，这个接受过国外高等教育的，他就是不一样，不像林飞那个东西啊，虚伪的很，还死不承认自己是舔狗。姐，要我说，你必须和这个林飞离婚。轩哥虽然说才从国外回来，但假以时日，肯定比那个林飞强啊！而且你这样做可以给那个舔狗一个教训啊，让他知道，在你面前玩这种欲擒故纵的把戏，那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对，若雪，林飞给不了你幸福，我给。这怎么说呢？其实啊，也怪林飞他太爱我了，就喜欢乱吃醋。所以才在我面前耍小孩子脾气，闹矛盾。哎呀，虽然吧，我也很生气，但是呢，看在他给我当了那么多年舔狗的份上，我还是给他一次弥补的机会吧。哎呀，你们放心，他呀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舔狗。他之所以作啊，还找那个小三刺激我，其实啊，就是为了引起我的注意。他这种舔狗啊，但凡稍微给他一点好脸色，他就会屁颠儿屁颠儿的回来弥补我。那个，既然若雪这么说了，那就再给那个东西一次机会。若雪，你让林飞把我们所有的新年清单给完成了啊！对了，那个恰好最近啊，我看上了一个2000万的青花瓷，若雪，你让林飞给我买回来。哎呀，不要选这么贵的嘛，女儿啊，妈呢就不选这么贵的了啊。上次妈啊看上一个1000多万的玉佛，让她就给我买那个就行了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哎姐，我最近看上一款超跑，你让林飞给我安排一辆，我下周要开过去参加同学聚会。若雪阿姨，明天就是我的生日了，你让林飞给我举办一个生日晚宴好吗？哎呀，自从小宝母亲去世以后呀，我已经好几年都没给小宝办过生日了。不过呀，我都习惯了，小宝的生日，哎呀，随便过一过就行了。明天可是小宝10岁的生日，怎么能随便过一过呢？小宝，你放心啊，明天晚上我一定给你准备一个最耀眼的生日宴会啊！谢谢若雪阿姨。林飞，你今天惹我生气，还害得子轩受了伤。我爸妈跟子轩现在都非常生气，但是呢，我看在咱俩这么多年夫妻的份子上，我努力说服了他们，愿意给你最后一个弥补的机会。是吗？那你说说，你们要怎么让我弥补？明天晚上你给小宝筹办一个生日宴会，就在你名下的帝豪酒店。哦，对了，要那个最豪华的天王厅。宴会的规格呢，也必须是1000万级别的档次，所有的吃喝和那个装饰的东西一定要是最好的哦。另外我爸妈那个新年愿望清单我待会儿发给你啊，你抓紧时间全部完成。还有，明天晚上
你必须当众给我跟子轩下跪认错。你要是能做到啊，我就不跟你离婚了；否则啊，你就会永远失去我，明白了吗？张若雪，你脑子是进水了吗？你能说出来这种话？林飞，我知道你嫉妒子轩，所以吃醋搞出的一堆事儿。但是呢，现在我不怪你了，你呀就偷着乐吧你。我嫉妒他，他韩子轩几十岁的人了，还是一个一事无成的废物，他有什么资格让我嫉妒？还有，张若雪，你不要太看得清你自己了。真以为离了你我就活不了了吗？我还吃你醋？林飞，你就别掩饰你自己了。我在你心中什么分量，你难道自己不清楚吗？我知道米其林餐厅啊，有时候人太多了，你拉不下面子跟我道歉。但是现在又没有外人，就你我2个人通话，你就别在这装了。反正呢，我在米其林餐厅的时候，我已经给足了你男人的面子了。现在啊，你也该好好珍惜我给你最后的机会了。记住啊，明天的生日宴一定要给我办得漂漂亮亮的，否则啊，你就真的生气了。你到底在装？真的装。高律师，又见面了。你好，林先生。按照你的吩咐，我将你跟赵若雪的离婚协议重新拟定了一份，上面不仅列清了你和他的婚前财产，还有他父母以及他弟弟拿走的所有东西，你随时可以让他们变成穷人单。谢谢高律师，我一定会处理好他们的。林先生，是我们应该感谢你才对。你将帝豪酒店的天王厅专门留给我表哥，这可是提前1年才能预定到的宴会厅。有了这个全城第一的宴会厅，明天我表哥就能给他10岁的女儿举办最风光的生日宴会。对了，林先生，我表哥请你明天一同参加，想要当面给你致谢。龙哥女儿的生日宴，我一定会去捧捧场。麻烦你转告龙哥，明天我一定准时到。对了，这条凤凰长裙是苏绣大师慕容若曦亲手绣的，送给小孩当生日礼物了。呀，这是小丫头一直想要的那条裙子，现在愿望终于实现了。林先生，真是太感谢您了。一条裙子而已，不必客气。不，这不是一条简单的裙子，它是慕容大师的封山之作，全世界独一无二。我表哥也是托了非常多的关系都没有买到。对了，我哥现在正在安排人布置会场，我现在就把这条裙子拿过去，摆在宴会厅当中最显眼的位置。豆豆明天看到，一定会非常开心的。谢谢你，林先生。恭迎龙哥，恭迎大小姐。朵朵，生日快乐啊！爸爸这就带朵朵去酒店过生日喽。快点快点，爸爸，我们快去酒店，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到我的新裙子啦！爸爸这就带朵朵去酒店，但是你也不能太激动，毕竟你心脏不好啊。走吧。怎么样？漂亮吗？漂亮漂亮。啊，怎么样？就女儿一句话，就没有搞不定的事儿啊！是。若雪，这宴会厅这么豪华，真的是你老公安排的？还是若雪有出息啊，嫁了一个这么有钱的老公？哎，姐，还得是你啊！你就一句话，就让这林飞办得妥妥的。这天王厅还是不错的啊！这天王厅啊，是咱们中海最豪华的大厅，不仅贵，还要提前1年预定呢。没想到林飞居然给你挪出来了，不错。那是当然，
林飞啊，她就是我的一条舔狗，我要什么，她都会不惜一切代价的给我拿过来。哎，女儿，林飞虽然安排了这个天王厅，但是你不可以轻易的原谅他，不然他以后还会玩这种欲擒故纵的把戏。对，不能轻易的原谅他，至少要让他把咱们的愿望清单给搞定，还要让他把那2500万给双倍还回来，要让他知道搞这些歪门邪道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妈，你就放心吧，林飞他今天要是不跪下给我道歉，再补偿咱们家1个亿，我是不可能原谅他的。哎呀，子轩，你儿子今天的生日宴，这也太豪华了吧！给大家喝的都是茅台和拉菲呀。轩哥，你不愧是国外回来的留学生，妥妥的潜力股。若雪，你现在能帮轩哥一把，简直是高瞻远瞩啊！诸位，今天是我儿子小宝的生日宴，大家敞开了吃，敞开了喝。行，那大家都开始吧。来来来，我带你们到这边来看看。走吧啊！哎，耀祖，来招呼客人。强，那我先去了。这么多甜点不错呀！哎呀，若雪，谢谢你啊！要不是你的话，今天小宝的生日宴就……哎呀，轩哥，咱俩还客气什么？再说了，反正又不是我给钱，是林飞那个舔狗给的。轩哥，你放心吧，林飞啊，已经被我拿捏的死死的了。他这几日啊，又作又闹的，其实啊，就是为了让我多看他一眼。你看，我稍微放下身段，给他点好脸色，他就马上布置好了整个天王厅，还送了一堆礼物来讨好我。舔狗就是舔狗，若雪你随便动动手指头，他就跟在你后边死摇尾巴。我爸妈他们都有礼物，小宝也有生日宴，轩哥，你却什么都没有，这对你不公平。等林飞来了，我让他把那套云顶1号的别墅送给你。你怎么的也是一个大男人，总得有个自己的房子啊。什么？云顶1号？那可是价值1个亿的中海楼王啊！天啊！若雪和轩哥什么关系啊？居然送价值1个亿的楼王！哎，真羡慕轩哥啊，这才是人生巅峰。哎呀，若雪，今天晚上已经花了这么多钱给小宝办生日宴了，再让林飞送1个亿的别墅，会不会不太好啊？他林飞能为小宝办生日宴，能给你送1个亿的别墅，那是他林飞的荣幸。来，朵朵。高兴，你带朵朵先进去，我一会儿就来。好，走吧。喂。林飞是怎么办事的呀？今天是我儿子小宝的生日，怎么拿一条破裙子放在这儿啊？这不就是在羞辱我儿子吗？他的心思我还能不知道吗？林飞啊，他不止一次跟我说他想要个女儿，我没想到他竟然这么不要脸，竟然把裙子摆在了小宝的生日宴上来暗示我，真是恶心啊！等会儿林飞到了，我要狠狠的训斥他。想给我女儿生孩子，那你多掏钱就是了，净搞这些歪门邪道、不实用的东西。我女儿才貌双全，本科毕业，她想沾我们家的基因，没那么容易。姐，我知道你心善，但是你千万不能让这个林飞得寸进尺啊！他就是个普通人，根本就不配让你给他生女儿。没错，若雪，这裙子呀，既不是香奈儿，也不是纪梵希的，一看呀就是地摊货，最多也就值个30块钱。哎，若雪，你说林飞拿这么一条破裙子在这吸引你的注意力，他这根本就没把你放在眼里啊！你可千万不能上了他的当。
林飞仅凭一个生日宴就想讨好我，还想让我给他生女儿，只是做梦！不要！林总，不好了，夫人一家去了天王厅，带着亲戚们大吃大喝。知道了。林总，今天在天王厅过生的可是过江龙的女儿啊，咱们把事情搞砸了，龙爷不会怪罪下来吧？谁招惹了龙爷，谁自己负责。林总，您不管夫人啊？夫人，很快就不是了。不要！高兴，你这个小三儿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哦，是林飞叫你过来刺激我的是吧？真是扶不上墙的烂泥。赵热雪，其他事情我们晚点说，但是这条裙子是我们准备给李朵朵的生日礼，赶紧给我放下！李朵朵的生日礼物，她的礼物怎么会出现在小宝的生日宴上？这根本就不是你们的宴会。我的裙子被弄脏了。乖吧。你们知道这条裙子多少钱吗？也是你们敢弄脏的。这裙子不是香奈儿，也不是纪梵希，更不是什么国际知名大品牌，一看呀就是国产小作坊的东西，能值几个钱呀？若雪，我看呀，直接把这玩意儿撕了得了。回头你生女儿的时候，我给你买一个10倍100倍的裙子。这条裙子就是苏绣大师慕容若曦的封山之作凤凰长裙，价值1000万。什么？1000万？什么？1000万？1000万？没错，这条裙子价值1000万，你们要是弄坏，那是赔不起的，赶紧给我放下！我可是海归，我什么奢侈品牌没有见过呀？这裙子你别说1000万了，就连100块都不值，你们还想讹诈我呀？你是不是很喜欢这个裙子呀？叔叔，这是朵朵最喜欢的凤凰长裙了，你可以把它还给朵朵吗？撕得好！他们都是坏人，他把我最喜欢的裙子撕坏了。今天是我儿子小宝的生日宴，你们的东西出现在天王厅，我想撕就撕，你能把我怎么样呀？你们简直无法无天！我们的宴会厅，小宝的生日宴，我们无法无天又怎么了？无法无天，怎么了？看到没？这是拉菲，10几万一瓶。想怎么摔就怎么摔，怎么不服气啊？咬我呀！没错，我们就是任性，有钱没办法啊，我们想摔就摔。耀总，说得好，说得好。你们好好给我看看，今天到底是谁的生日宴？什么？李朵朵的生日宴？什么？李朵朵的生日宴？哎呀，这搞了半天，你搞错了，这是别人的生日宴。这韩子轩没钱办生日宴就算了，拉着我们来别人的生日宴乱吃乱喝，他不嫌丢人，我们还嫌丢人呢。自己吃软饭丢人也就算了，还坑我们，这算个什么事儿啊？若雪啊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不是说好让林飞预留这个天王厅给小宝办生日宴吗？不可能，这肯定是林飞给小宝举办的生日宴。林飞他绝对不敢忤逆我的意思，这
这可是我给他的最后机会了。经理呢？经理，给我滚出来！来了来了。我昨天就让你们老板把天王厅的位置留出来，现在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们是不是偷偷留给了别人啊？你们竟然敢背着我姐干这种事情啊！信不信我炒了你们这帮废物？林总的确是预留了天王厅，但这是预留给黎朵朵举办生日宴的，我们从来没收到过给韩小宝举办生日宴的消息。什么？你撕坏了我的裙子，你赔我！女儿，你才把韩子轩给了2000万，现在家里边1分钱都没有。不要说赔1000万了，现在10万块钱都拿不出来。你赶紧让林飞过来处理这事儿。对，姐，你赶紧让林飞那个舔狗过来收拾烂摊子，再给我们一个解释，这算什么事儿啊？该死的林飞，给他机会他不珍惜，等着，我现在就打电话让他过来赔钱。赶紧。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您稍后再拨。Sorry。哎，若雪，林飞怎么说呀？我昨天就去找过林先生，天王厅是他专门留下来给黎朵朵过生日的，就连这宴席所有的布置都是我哥亲自找人布置。你们别再这浪费时间了。我知道了，你跟林飞是一伙的，是你教唆他对我欲擒故纵的手段，目的就是让我多看他一眼，是吧？原来如此啊，真是没想到啊！我说林飞堂堂一个大男人，为了得到若雪你的注意，竟然做出这种恶心的事情。还有你高静，你好歹也是中海金牌的律师，竟然给他出馊主意，你恶不恶心啊？出馊主意？行了，你别在这给我废话了，赶紧让林飞给我滚出来！他那种村妇争宠的手段，在我这可不管用啊！1分钟内，我要是见不到他，就让他等着收我的离婚协议吧。你们都是坏人，不赔我裙子还骂我小姑姑。这不赔，就赔你！你能拿我们怎么样？没错，帝豪酒店的老板是我老公，我就是这家酒店的女主人，都得听我的。这条裙子啊，咱们就不赔，谁来了也不好使。老子今天就要看看你到底有多狂！老子今天就要看看你到底有多狂！不哭了，带到一边休息。你是啊？你打我女儿干嘛？好大的胆子！你他妈！我他妈！还有你！喂！今天是我女儿的10岁生日宴，同时，也是我亏欠我女儿10年对她的弥补。你们这群人，到我女儿的生日宴上白吃白喝、乱吃乱喝也就算了，还毁掉我女儿最心爱的裙子。老子今天让你们躺着出去！来人，把他们全部给我围了！没有我的命令，一个都不能走。这下完了，我还以为这韩子轩他有多大的能耐呢，结果他是个奇葩，他自己没钱，把我们带到别人的生日宴上，那种，真是的。赵若雪也是，没什么本事，装什么大尾巴狼啊！现在被人围了吧，搞不好要被断手断脚了呢。这位先生你好，鄙人韩子轩，高级人才，国外海归，能不能给我个面子？海归又怎么了？海归回来就可以不识字吗？你难道看不清楚今天是我女儿的生日宴吗？不就是一个生日宴吗？你的欺人太甚！没错，你他妈谁呀？
区一个生日宴，区一个凤凰群，老子赔得起。倒是你这个小瘪三，你找死啊！你知道有什么后果吗？啊？那你今天就告诉我李龙，后果到底有多严重啊？什么？你是龙爷？什么？李龙？林总，龙爷来了。好啊，好戏就要开场了。龙爷？难道他就是中海大亨过江龙李龙龙爷？听说龙爷一直心狠手辣，还是个宠女狂魔，有人欺负他女儿，他把对方一家都打断手脚。赵若雪和韩子轩这两个蠢货呀，不仅毁了龙爷女儿的生日宴，还毁了龙爷女儿的裙子。哎呦，这下完了呀！没错，我就是过江龙，你们居然敢毁我女儿的生日宴！你们今天必须给我一个交代。龙爷，刚才是个误会，你听我给你解释。你他妈管这叫误会？那我告诉你，接下来的一系列事情，那都将是你。来人，先把他们的腿脚给我打断，让他们长长记性。等等，龙爷，我是高级人才，我有绿卡，能不能不要打我？龙爷，我不知道这事，跟我没关系啊！啊，对啊，那个裙子又不是我撕的。龙爷，我是古玩界的赵大富，能不能给我个面子？开！我告诉你，你在我这里没有面子，给我打，往死了打！给我打，往死了打！别打我！别打！住手！我是林飞的妻子，我是这个酒店的女主人。我们对你造成的一切损失，包括你女儿的那条凤凰长裙，你都可以找林飞赔偿，你都可以去找他负责。住手！既然你说你是林飞的妻子，也好，反正待会儿林先生也要到现场。那一会儿林先生到了以后，我就看他怎么说。他自己惹的祸，当然是他自己买单。林飞，你终于出来了！自导自演这种英雄救美的戏码，你有意思吗你？英雄救美。你跟高进他们联手，然后再设下这个局，让龙爷他们欺负我。关键时候你又出来英雄救美，这样一来，我就会对你产生感激，对你另眼相看。你这种计码，难道你以为我不懂吗？林飞，若雪她性子直，你要是真想跟她在一起，那就好好待她，搞这些歪门邪道是没用的。林飞，今天你让我们赵家丢了面子，今天这个面子你要不给我挣回来，我不认你这个女婿。对，你给我买的别墅我们不住了，我们买的车子也不开了，我看你以后怎么讨好我们。我真是想不明白，你们到底是哪里来的底气，才觉得我做的这一切都是因为他赵若雪呢？我不管你认不认，现在给我解决龙爷的事情，立刻马上！龙爷，他就是林飞，若雪的老公，也是这家店的老板，有什么事儿冲他来。对呀，龙爷，这就是我女婿，你要砍手砍脚，你找他就行，我们绝对不会有什么怨言。对，开他！对，龙爷，你要是实在不解气，您直接把他弄死都行啊！正好，你把他弄死，我姐就可以继承他的遗产，绝对不会亏待您。我行走江湖了一辈子，我见过狠毒的，但我他娘的从来没见过你这么狠毒的小舅子呀！哎，你怎么还打人啊？子不教，父之过。你有这样的儿子，这么狠毒，你这个当老爸的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龙爷，我让你说话了吗？龙爷，罪魁祸首是林飞，你应该打他呀！我做事需要你来教吗？林飞，你赶紧出来承担这一切！我爸妈要是被他们打出什么毛病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。我谢谢你啊，不过我也求求你，以后都不要搭理我，我真的不需要你原谅。林飞，我女儿要生气了，她如果不要你了，你这些年就白舔了，你还不按她说的做。是啊，
我这些年真的是脑子进水了。不过我现在看清楚，你们都是白眼狼，是一群只知道索取不知道付出的吸血鬼。从今以后，我不会再管你们。原来你的爱这么肤浅啊！你付出了，就必须让我有回应。没有回应，你就不干了。还真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奸商啊！你这样的人，活该得不到我的好脸色，你活该得不到我的真心。你脖子上戴的血钻是我买的，你的宝格丽手表是我送的，你身上穿的香奈儿的礼服，还有你手里拿的爱马仕的包包都是我买的。你们全家人住的房子、开的车子，哪一样不是花的我的钱？你们赵家靠着我鸡犬升天，吃香的喝辣的，你现在好意思说我是奸商？看来林飞老弟是不打算要这帮恶毒的吸血鬼了。其实我这个人呢很好说话，林飞老弟，只要你说你今天要保他们，我李龙自然是会给你面子的。这件事我既往不咎。龙影，我跟他们不熟，他们今天毁坏您女儿的生日宴，您该怎么就。林飞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难道你想彻底失去我吗？我可是你老婆呀！林飞，你还是个男人吗？啊，连自己老婆都不要了？我老婆就她一个。让我来看看啊，今天被你们毁掉的宴席酒水以及衣服，一共价值2000万。我给你们3天时间，要是凑不够这笔钱，老子要了你们的狗命！不要想着逃跑，老子的手段你们是清楚的。要是逃跑被我发现了，老子要让你们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另外，除了这2000万之外，今天撕掉我女儿凤凰长裙的那一双手，必须断掉。若雪，你快想办法平视呀，不然我的双手就要被砍断了。我可是哈佛大学的高级人才。姐，这个林飞舔了你10几年，不可能一下子说放弃就放弃。他今天之所以这样，肯定是在虚张声势你。你要不就先放下身段，求求他吧。哎呀，女儿，你就好好求求他，别说2000万了，到时候继续让他做舔狗都没问题啊。林飞啊，我知道你现在所做的一切，全都是想让我更加的关心你、在意你。虽然这让我觉得非常的恶心跟不适，但不得不说，你成功了。只要你把今天的事情平了，再跟子轩道个歉，重新为小宝举办一次生日宴，我答应你，可以给你生一个孩子。当然，生下孩子之后呢，你的财产和公司必须全部转到我的名下。放心吧，我会每个月给你3000块钱的零花钱的。不是说我在意钱，我是想给自己一个安全感。我不想再因为像今天这样为了钱看你的脸色，你明白我吗？我可以帮你们平了今天的事儿，但是这份离婚协议给我签了。离婚协议书，好，跟你离婚。我跟你离婚，林飞，你这种欲擒故纵的手段，我告诉你，对我来说根本没用。我告诉你，给我记住今天所做的一切，你以后千万不要来找我复婚。就算你捧着金山银山过来求我，我也不稀罕，更不会让我跟你复婚。好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一刀两断。林飞还装呢啊？没看见若雪真的生气了吗？
我告诉你，你今天惹大事儿了，若雪是不会让你轻易哄回去的。我跟他已经离婚了，他生不生气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倒是你们好自为之吧。林飞，女人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手段，算是被你拿捏明白了啊！但是对我来说根本没用。我知道你嫉妒子轩，不择手段扼杀他，没用。只要我动用资源啊，帮子轩一把，子轩肯定能够一飞冲天的。我嫉妒他，他也配。好啊，那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让他一飞冲天。龙爷，赵家人今天造成的损失我扛了，但是他韩子轩父子不是赵家人，他们造成的损失跟我没关系。既然林飞老弟放话了，行，你们一家子打砸的酒水我就不让你们赔偿了，但是你们父子毁掉我女儿的凤凰长裙，你们必须赔偿1000万。我给你们父子1个星期时间，要是凑不够这笔钱，老子会将你们大卸8块给我女儿赔罪。若雪，这怎么办呀？快想办法呀！王八蛋，你还说你不嫉妒子轩？你不嫉妒他，干嘛不帮他扛了那1000万？故意给他增加负担，真是小心眼儿！我告诉你，燕雀是阻挡不了雄鹰翱翔9天的。你看我像人哪？而且这一飞冲天的男人，还怕区区1000万赔偿？王八蛋，去死！小宝，多多，多多，多多！若雪，都怪我，我要是不回来找你的话，林飞他就不会嫉妒我，也不会耍这些手段，小宝就不会受伤了，都怪我。子轩，这不怪你，是林飞他该死，他如果不躲开，杯子就不会反弹，砸到小宝他自己。要是小宝有什么事儿，我非收拾他不可。若雪，我跟你说，这一次林飞无论怎么求你，你都不能这么轻易的原谅他，要不然就太对不起小宝和我们了。妈，你就放心吧，这一次我可不会像以前一样被他说几句好话，拿几百万就哄回去的。一个大男人不对自己的女人百依百顺，整天欲擒故纵争宠，还拿离婚要挟我，真是恶心至极。若雪，你千万要记住，就算那个林飞在你面前跪到死，你都不能跟他复婚。医生，我儿子怎么样？病人的脑袋恰好砸到要害，导致脑溢血和脑损伤，你们得凑够200万给他做手术。什么？要做手术？病人现在虽然没有生命危险，但是陷入深度昏迷，不做手术几乎不可能醒过来。可是这200万，这也太贵了吧？手术很复杂，需要不少医生会诊，还可能要请顶级专家飞过来做手术。200万很便宜了，你们赶紧凑吧，错过了手术时间，病人就得昏迷一辈子。若雪，怎么办呀？要200万做手术呢，我那1个亿创业资金都在境外，这一时半会儿也弄不进来啊。子轩，你先别担心，还有我们呢。拿2000万，我们可能有点困难，但是拿200万，我们还是能凑出来的。爸妈，耀祖，要不我们帮小宝凑200万医药费吧？凑。银行卡无法使用。刷不了？难道没词了？刷我的是谁？银行卡无法使用。刷我的。银行卡无法使用。你刷这张。银行卡无法使用。嘿，我们银行卡怎么都不能使用了？你这什么破刷卡机啊？这肯定是坏了。刷卡成功。什么？不是我们的机器坏了，而是你们的卡被冻结了，1分钱都刷不了。被冻结了？这怎么可能？哪个王八蛋敢冻结我们的卡
嘛呀？林飞，站住！是不是你搞的鬼，让我爸妈他们的银行卡被冻结了？是不是你搞的鬼，让我爸妈他们的银行卡被冻结了？我可没那么大的权利来冻结你爸妈的银行卡，我只是挂失了我自己的卡而已。你们这一大家子还真是够不要脸的，轮流刷我的卡，有本事刷自己的。林飞，什么你的我的呀？我们是若雪的爹妈，那也就是你的爹妈。爹妈用你的银行卡怎么了？你就不该孝顺我们吗？西林呢？我警告你啊，赶紧把卡给我解冻！你要是耽误我明天买跑车，老子弄死你，信吗？我跟他现在已经离婚了，跟你们一家人没有半点关系。而且这么多年你们在我身上吸的血还不够多吗？林飞，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你之前所做的那些都是你自愿的，我可没有逼你那样对我啊。是啊，我以前确实是脑子进水了，不过我现在不乐意被你们吸血了。怎么，生气了？我不是生气，我是看不惯你这种半途而废。你对我好就应该一辈子对我好，不然你怎么获得我的真心啊？你所谓的真心对我而言，一文不值。呀，行了，林飞，你别再胡闹了，马上解冻银行卡！现在人命关天，你再不给钱，小宝他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。韩小宝又不是我儿子，他的死活关我屁事。再说了，是他拿杯子砸我，这个东西就叫做自食其果。生死关头，你能不能别在这斤斤计较了呀？生死关头，你能不能别在这斤斤计较了呀？赵若雪，我们现在已经离婚了，你没有任何资格再问我要钱。韩小宝的医药费，你们爱出不出？还有，如果你们赵家人没钱，那他韩子轩呢？他这个当爹的都不掏钱，我一个外人凭什么掏钱啊？要不是你躲开，那小宝也不可能受伤。而且我的钱那都是美金，一时半会儿兑换不了。你要是觉得都是我的责任，可以去报警。还有，我公司有外汇账户，如果你有需要，我可以帮你兑换。我的钱大有用处，那是要用来创业的，动不了。一旦动了创业不成，那是会对大厦有很大损失的。你已经让子轩背负了1000万债务，现在你竟然还想动他的创业资金？我看啊，你就是看不惯子轩，所以啊，故意添堵是吧？我告诉你，子轩啊，从国外回来，不仅带回来了高科技项目，而且还带回来了先进的管理经验，这些啊，至少能让大夏少奋斗10年呀！你现在动了他的创业资金，你就是大夏的罪人。既然这样，那没办法了，你们就眼睁睁的看着韩小宝死呗。子轩的钱不能动，但是你的钱可以拿出来救人，也算是给你积德了啊。赵若雪，你舍不得让他花钱，你让我拿200万来救他，你不觉得你很过分吗？我告诉你，我1分钱都不会掏他。他这个当爹的对自己儿子的命都不在乎，凭什么在乎？韩小宝，你们爱救不救？林飞，你够了！你说这么多，不就是想跟我复婚吗？我想跟你复婚？行了，你别装了，姓林的，别人不知道你心里面想什么，难道我们还不知道吗？你在酒店刚跟我姐离完婚，就这么巧出现在医院，还把我们卡给冻结了。你这么做，无非就是向我姐施压嘛，啊，想让我姐向你低头。我说你差不多行了啊。就是，林飞，你都舔了我女儿这么多年了，我就不信你这么硬气不舔了。你现在的强势，不过就是因为在场的人多而已嘛。林飞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想跟我女儿复婚，那你就要改一改你这有钱就能为所欲为的脾气，不然最后你只会鸡飞蛋打。我来医院可不是为了……行了，林飞，我知道大庭广众你要维护你男人的面子，但是在场的都是自家人，你也没必要藏着掖着了吧？想复婚你就直说，要复婚啊也可以，但是呢，你要答应我3个条件。第一，给小宝的医疗账户里面充1000万。第二，
马上解冻我爸妈跟我弟弟的银行卡。第三，答应我以后不许再争宠，并且把全部的资金都交给我。如果你全都能做到的话，那我勉强考虑一下跟你复婚吧。还要再加一条，帮我赔偿龙爷1000万。你们还真够自作多情的呀！我来医院是为了看朵朵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林飞，你别太过分了！我已经低声下气给过你机会，让你重新得到我了，你还想怎么样啊？随便啊，如果你们觉得我是在欲擒故纵，那就继续在这许愿吧。林飞，林飞，林飞，你会后悔的！就算你以后跪在我面前求我、舔我，我也不会原谅你的。若雪，林飞见死不救，我们该怎么办呀？走，我们回去抵押别墅。我就不信凑不齐这200万。子轩，你看这环境怎么样？你不要担心，我们这套别墅啊，可是黄金位置，是林飞那个王八蛋当初买来孝顺我们的，花了5000万。林飞那王八蛋，他以为买套别墅给我们住就能获得我们的好感，结果我们一样不给他好脸色。亏我看我姐的面子上帮他花了大几千万啊！要是知道他是这副嘴脸，我就不帮他花这个钱，不给他讨好我这个机会。伯父、伯母、若雪，这次真的谢谢你们了。咱们的关系啊，就没必要客气了。你放心，我们回去拿到房产证之后，就去贷200万，小宝啊，马上就能做手术了。走吧。走。站住！你是干什么的？这儿是别墅区，不是业主，不让进啊！你这个看门狗，瞎了你狗眼是吗？认不清老子是谁了？我告诉你，老子就是8号别墅的业主，滚开！王八蛋，在这里撒野！走，给我打！住手！打我儿子干嘛？是你儿子先动的手！别打了！你放开我儿子！你打我儿子干什么你？我们就是8号别墅的业主，你真是反了圈了你！啊！ 8号别墅的业主是林飞林先生，你们是什么玩意儿？自称业主！你们干什么？你再这样我就报警了！你尽管报警看看，你们擅闯别墅区，还先动手打人，我倒要看看警察到底抓谁！我们哪有擅闯？我爸妈他们一直都住在8号别墅。8号别墅已经被林先生收回去了，你们已经没资格再住在这儿了，赶紧滚，不然告你们非法闯入！什么？别墅被林飞那个王八蛋收回去了？没错，林先生说了，只有他才是8号别墅的唯一主人，也只有他才能够进出。你们已经不属于这里了，滚！又是林飞这个王八蛋搞鬼，居然敢收回别墅驱赶我们，真是造反天罡了！若雪，都怪我自己没出息没本事。如果我跟林飞一样有钱的话，也不至于拖累你们，更不至于让你们把别墅也失去了。若雪，我真的非常自责，我就不是个男人，要不然也不至于让你跟伯父他们受这么大的委屈。子轩，你别这么说，这不是你的错，是林飞他小肚鸡肠。若雪，虽然我的创业资金不能动，但是我还有一双手，明天我就去扫地去搬砖，我要用尽一切办法给小宝赚医药费。子轩，我不允许你这么做，你这双手是救死扶伤的手，不是用来干搬砖这种粗活的。放心，我现在就去林飞公司给他下最后通缉，我要让他知道我是真的生气了，我不会再陪他闹下去了。对，去他公司，让他给我们个说法，不行就把他公司撒了，再让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无情无义的混蛋。走，一起去，我看这个白狼怎么解释。走。砸了！请问认识林飞吗？难道林飞知道自己做的过分，叫人过来道歉了？我是不会这么轻易原谅他的。我们不认识。对，不认识。这林飞是个什么东西啊？他配我们认识吗？你真不认识林飞？哎，我说你是听不懂话还是怎么的呀？啊，说了不认识，赶紧闪开，别挡道行吗？不许动！
干嘛呀你？你们抓住我儿子干嘛？你把我儿子放了！你们干什凭什么抓我呀？你快放开我弟弟！别动！不是，你那么粗暴干什么呀你？对女人就要绅士，没有被文明熏陶过的人就要粗鄙。哎，警察先生，你抓我儿子干什么呀？林飞先生早上报案说他名下有一辆豪车不见了，怀疑被人偷了，而他所说的豪车正是你们开的这一辆。既然你们不认识林飞先生，那我们有理由怀疑你们就是小偷。我们认识林飞，这车不是我们偷的，这中间有误会。怎么？刚才我问了你们2遍，你们都说不认识。现在我们一抓人，你们又都认识了？刚才那是跟你开玩笑的。其实林飞他是我老公。你老公？我们查过，林飞先生现在可是单身。而且林飞是你老公的话，那你身边这位搂着你的男人，就是你的什么人呢？别废话了，你弟弟必须跟我们走，是不是偷车贼？我们会查出来的。走！别！哎呀，喂，不是，都说了，我认识林飞。喂，什么？小宝病情恶化了，走去医院。龙爷，韩子轩去医院了。子轩，200万转过去了，你快去刷卡缴费吧。如雪，你为了帮我凑这200万，不仅卖掉了自己的项链和包包，还把伯父伯母的珠宝和果儿都给卖了，我真的太对不起你了。哎呀，钱财乃身外之物，比起小宝的性命，这根本就不算什么。你快去缴费，让医生做手术吧。你好，缴费。小子，有钱不赔，你是不是想死啊？龙爷，这是我儿子救命的钱，我好不容易才凑齐的，你还给我好不好？龙爷，人命关天，这钱你不能拿走。你们也知道人命关天，那你们还撕碎凤凰长裙，把我女儿气得心脏病发。我看在林飞的面子上，没找你们要医疗费，没有打断你们的手脚，已经很便宜你们了。怎么，现在这1000万的赔偿还想赖掉吗？龙爷，我儿子病情危急，就缺这200万做手术呢。你先给我应个急，我保证1周之内把欠你的1000万全还给你。滚一边去！哎，你不是什么海归博士吗？不是高级人才吗？会缺这200万？少他妈在我面前装穷啊！而且我还听说你不是有创业资金吗？而且全都是美金。我那钱大有用处，那不能动。我管你能不能动，反正今天这200万我收定了，剩下的800万3天之内被我凑齐，要不然我断你双手，而且还要嘎掉你腰子去卖。龙爷，你就算给我一个面子，你这次你现在已经不是林飞的老婆了，你在我面前没有面子。3天，走。龙爷，龙爷，说雪，龙爷抢走了200万，我们现在怎么办呀？都怪林飞那个王八蛋，他当初要是替你扛了那1000万，哪有现在这么多事儿？不过你放心，我吃软不吃硬。他想要这样让我放下身段去求他，没门儿！可是我们不求林飞给钱，我们去哪儿弄钱救小宝啊？而且还要在3天之内再凑齐800万给龙爷。哎，你别担心啊，我手里虽然没钱了，但我人脉还在，我认识不少银行的大人物，我现在就组局让他们见见你。你是海归博士，又是高级人才，问他们借个1000万应应急，没有半点问题。其实我也可以借钱，但是我老师的身份不太方便，所以就只能你来了。问银行借钱呀？你不用担心还钱，你借了就尽管用，到还钱的时候让林飞他那个混蛋掏钱不就行了？可是林飞现在处处针对我们，他还会给我们掏钱吗？林飞这欲擒故纵的手段玩不了太久，顶多3、5天他就跪下来求我复婚，
然后无条件的讨好我。你放心吧，我跟林飞这么多年夫妻，他的路数啊，我一清二楚。我现在就打电话约钱行长和李行长。好。哈哈，林先生跟林夫人闹矛盾了，不然他怎么没有找你拿钱，反而是找我借钱？林夫人，我跟赵若雪已经离婚了，她不再是林夫人。她找你借钱，你就按照银行的正常手续办就可以了。不过钱行长，这件事你可得好好把把关，免得被骗子骗了。钱行长，怎么样？我给你介绍的客户优质吧？哎呀，我们也不多借，1000万应急就行了。钱行长，像我这种海归身份的人向你们银行借钱，是会提高你们银行信誉的。这钱借不了。钱行长，我可是海归博士高级人才，那一堆银行求着我借钱呢，你们怎么就借不了呢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不是觉得借1000万太少了呢？如果你觉得1000万不符合我身份的话，那我就借2000万，但是你千万不要声张，不然我在外边……对不起，我的意思是1分钱都不会借给你。我可是高级人才，凭什么不借我钱呢？抱歉，韩先生在中海无房无车无工作，不符合我们银行放的要求。你们还是找其他银行借这1000万吧。你们的目光怎么能这么短浅呢？虽然我现在没有钱，但是我正在创业，那到时候赚几百个亿，那跟玩儿一样。钱行长，我给子轩担保，这样总能借1000万了吧？你担保也借不了，你担保也借不了。什么？怎么我担保也借不了啊？以前我爸妈跟我弟弟缺钱，我打个电话担保，你们就能借给他们。怎么现在又借不了了？钱行长，你必须给我一个说法。以前借钱给你爸妈和弟弟，不是因为你担保，而是我给林先生面子。你们贷款看中的不是我桃李满天下的资源吗？跟林飞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一个小学老师有个屁的资源。以前借钱给你爸妈他们，完全是因为有林先生兜底。林飞她一个浑身铜臭味的家庭主妇，有什么值得你们巴结的？而我啊，带出那么多学生，给他们几10年成长，未来啊，绝对是吓死人的人脉，可以给你们带来难以想象的好处呢。是啊，钱行长，有若雪帮你搭建人脉，那到时候你就等着翘腿享福吧。哼，你这个小学老师，放个暑假，连学校的保安都把你忘记了，还人脉，哼，真是无知无畏。还有，我们已经查过了，哈佛大学根本就没有韩子轩这个博士，国际风投未来10年的名单中也没有他的名字，他就是个水货。诽谤！诽谤！你们这是诽谤我！若雪，你千万别听他胡说，我看呀，他肯定就被林飞收买了，故意在这泼我脏水呢。钱行长，你可是大人物啊，怎么能跟林飞狼狈为奸呢？言尽于此，赵小姐，好自为之吧。喂，马行长，我最近有点急用钱，喂，杨行长，那个我最近能不能像……再来一个。喂，方，直接给我。
若雪，他们现在都被林飞收买了，我们怎么办呀？那小宝还在医院等着呢。轩哥，你别怕，我还有一个很厉害的人脉，他就是黄金圣手华天成，他可是医学界的泰山北斗。他很欣赏我的，而且不止一次在我爸妈面前说他们有个好孩子，对我们家都特别好，隔三差五就给我们全检呢。轩哥，你是医学博士，实力非凡，我帮你介绍给他，再帮你说2句好话，他一定能把你这位医学天才收为徒弟的。轩哥，只要你成为华天成的徒弟，你不仅能够让医院免费治疗韩小宝，而且还能提前预支薪水，渡过难关呢。华天成，哎，我听说过，哎，是大夏第一神医，差不多有我国外老师1半的水准，勉强有资格收我。那你这是答应了，我这就联系华天成。喂，什么？小宝病情严重了？医生，小宝现在情况怎么样？病人情况又恶化了，你们现在不仅要凑够200万手术费，还得请华圣手来才有希望，不然其他人开刀都是九死一生。什么？小宝的手术现在只有华圣手能做？若雪，怎么办呀？子轩，你别急，我说过，华圣手我收，我这就让他过来一趟。林飞，我还以为你欲擒故纵的手段能坚持几天呢，没想到这么快就破功了，真是没出息。你什么意思？哟，还装呢？你带华圣手过来，不就是来讨好我的吗？哟，还装呢？你带华圣手过来，不就是来讨好我的吗？我带华圣手过来讨好你。小宝现在情况紧急，你带华圣手从天而降，然后打动我，抱得美人归。不得不说，哎，你这英雄救美的手段还真是玩得溜啊！行了，我就不打击你了，马上带着华圣手去救小宝。小宝要是出什么事，我让你一辈子失去我。别在这儿自以为是，我带华圣手过来是为了给李朵朵治疗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别在这儿拦着妨碍我。哎，我还不知道你吗？就知道装腔作势，明明想好好表现一下，求我原谅，还死要面子。若雪，救小宝要紧啊！看在子轩的面子上，我就不跟你计较了。现在马上带着华圣手去给小宝做手术，还有把小宝的医疗费给我交了，我可以考虑给你一次道歉的机会，但是我只是考虑给你一次道歉的机会，并不代表我会原谅你。那至于我会不会原谅你呢？那还要看你以后的表现。若雪，不愧是你啊！把林飞训得如此听话，若雪你真的是冰雪聪慧，御夫有道啊！华圣手，李龙的女儿李朵朵在8号贵宾手术室，还请你出手。好，既然是林先生发话，我一定会竭尽全力救治李朵朵。林飞，你给我站住！你有完没完啊？我不就是揭穿了你一下子吗？你有必要恼羞成怒吗？我告诉你啊，我的耐心是有限的，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挑战我的底线。林飞，也不是我说你，哎，你说你一个大男人啊，能不能有点气度，有点格局啊？女人嘛就得宠着。行了，你也别闹了啊，赶紧来给若雪道个歉，再带华圣手去给小宝治病，这件事啊就算过去了。华圣手，让您见笑了。您不用听他们胡说，我这次请您过来，只需要治疗李朵朵就可以了，其他的不用管。行，救人要紧，那我先过去了。糟了，韩小宝现在情况危急，再不手术的话，随时都有生命危险。啊！哎呀，华圣手，我求求你了，救救我儿子！我求你了，救救我儿子呀！只是李朵朵的病情也不妙啊。她李朵朵就是个女的呀，那我儿子小宝是个男孩，女孩生来就是贱命一条，能跟我儿子相提并论吗？就是李朵朵，她就是个女的，救什么救？她的命又不值钱，我现在就踹开自己，把她给丢出来！啊，对，
先把李豆豆踹出去，先救我儿子！啊，对，先把李豆豆踹出去，先救我儿子！破坏我女儿生日宴你就罢了，现在还想害死我女儿，你真他娘的以为老子舍不得干你是不是？来，别问，往死了打！别打！别杀了！别再打了！陆爷，你就看在我是林飞老婆的面子上，你别再打他了，我求你了！你在我这里有狗屁面子呀！你再敢乱叫，老子连你一起打！给我打！别打！林飞，你阻止龙爷呀！子轩要是被打出什么毛病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。好啊，那我希望你一诺千金，永远不要原谅我。打！林飞，你给我回来！林飞！医生，情况怎么样？虽然在化疗的指导下，我们及时用药物保住了病人性命，但是病人的病情还是在慢慢恶化，你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抽够钱做手术才行。如雪，我求你了，一定要救救小宝。子轩，你先别急，小宝他一定会没事的啊。大不了我主动放下身段去找林飞。可是，若雪，哎呀，都怪我自己没本事，才让你这般委曲求全。不过，若雪，你放心，等我发展起来了，我一定好好报答你。你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晚啊？足足晚回来了5分钟。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谁让你来我家的？什么你家我家呀？咱俩是小两口儿，你的不就是我的吗？我跟你已经离婚了，你的是你的，我的是我的，我家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出去。林飞，我知道你一直很不爽我跟子轩走在一起，但是我现在不是回来了吗？而且我决定继续回来跟你过日子，并且呢，我可以给你生一个孩子。今晚开始，你就可以重新拥有我了。说吧，又有什么条件？舔狗果然是舔狗。我不过是猎师小技，他就直接原谅我了，还让我提条件。唉，我回来重新跟你在一起，还会给你领证复婚，但是你必须满足我3个小小的要求。第一，上花天成就小宝。第二，以后对子轩父子他们好一点。第三呢，哎呀，这栋别墅、公司还有你的全部存款，必须转到我的名下。跟你复婚，我还要答应你3个条件。哎呀，我不是为了图你的钱，我只是为了想要给自己一个安全感。我要的是一个态度，而且我不希望以后的自己像现在这样，为了钱看你脸色。不过你放心啊，等你把钱给我之后呢，我每个月会给你8000块钱的零花钱，而且我们还可以生一个孩子，不过孩子得随我姓。我见过普信女，但是我还没见过你这种普信女。你看看你现在这个熊样，你配得上我吗？我资产100亿，事业有成，想要找女人，比你好10倍100倍的女人我随便找，谁稀罕你赵若雪啊？林飞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我这是在给你机会，你别给脸不要脸啊！过了这个村可没这个店了。而且呢，我告诉你，我可是本科生，还是一名老师，哼，是婚姻市场的香饽饽。就你这个油腻男，我不要你谁要你啊？
说完了吗？说完了就滚出去，这是我家，不是寺庙。林飞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许愿麻烦你去寺庙，我这儿可没有许愿符，而且就算你想出卖自己，你也不掂量掂量，你值这个价吗？我告诉你，子轩这一次功成名就回国，他不止一次暗示要跟我在一起，但是我都没有答应他，你还要我怎么样？我不要你怎样，我只要你滚出去。林飞，你在羞辱我！没错，我就是在羞辱你。好啊，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，是你自己不珍惜，我现在就让你后悔。喂，是警察吗？我要报警，有人要非礼我。赵小姐，请问是你报的警说有人非礼你吗？对，是我报的警。赵若雪，你疯了吧？我不跟你复婚，你就污蔑我！林飞，你今天惹我非常生气，不给你一点教训，还真以为自己能骑我头上了。警察同志，是我报的警。林飞他违背妇女意愿，他想非礼我，你们快把他抓起来呀！赵小姐，你说林先生非礼你，请问你有证据吗？证据？我这不就是最好的证据吗？我本来都已经跟他离婚了，他还把我叫到他家里，一进来就脱我衣服，还说要跟我生孩子，真是恶心死了！警官，他说我非礼他，脱他衣服，但是你看，他现在穿的可是睡衣。难道说我把他的衣服脱了，还要帮他换成睡衣吗？您觉得这合理吗？赵小姐，你说林先生非礼你，这是非常严重的指控。如果与事实不符的话，这会让你非常麻烦。你们什么意思啊？你们不相信我？哪个女孩子会拿自己的清白去污蔑他呀？李先生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警官，我也不解释了，你自己看吧。我一进门看到他，就打开了手机录像，为的就是防止他碰瓷，没想到还真用上了。你个王八蛋！你竟然敢偷拍我！你是要让我身败名裂？你是要逼死我吗？你太没良心了！个傻逼娘们儿！呸！就我几个臭钱嘛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等着瞧吧，总有一天我会让你像以前一样跪下求我。喂，若雪，我找了一个国外的朋友，能给我们贷款200万，只不过需要你过来一趟。好，太好了，我马上就过去。若雪，你就赶紧签字吧，签完字咱们就能拿到200万了。轩哥，这贷款人怎么写的是我的名字？若雪，你也知道，我刚从国外回来，这也没有国内的账户，也没有工作，也没有住所，人家不放贷给我呀，所以我才找你来帮忙嘛。若雪，你放心，只要你帮我这一次忙，我保证一定会还你钱的。若雪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呀？你不相信我呀？难不成我在你心里面是那样的人？子轩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别浪费老师时间了，你们到底带还是不带啊？若雪，我就求求你了，你就帮我这一次好不好？我可是动用了国外的关系，人家才答应放款给我们的。而且你可是林飞的妻子呀，大不了到时候让林飞来还，这点钱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。行，我签。
没问题。哎呀，谢谢道哥，谢谢道哥。200万，立马6个8。若雪，你先出去吧，我跟刀哥谈点事情。行。刀哥，我的那一份呢？这女的到手真的会能挣钱。哎呀，刀哥你就放心吧，她老公是凌飞帝豪集团的老板，有的是钱，不可能还不起的。行，你的中介费10万。谢谢道哥，谢谢道哥。林老弟，这次真的感谢你，要不然的话，我女儿的手术不会这么顺利。龙哥，朵朵也是因为凤凰长裙一事才病发的，我当然有责任治好她。不好意思，接个电话。小刀，什么事儿？龙爷，咱们这儿来了笔大单，帝豪公司的老总林飞林老板。您知道吧？等等，接着说。他老婆刚刚在我们这儿贷了200万，这可是笔大业务。林老弟，这我和赵若雪早就已经撇清关系了。龙哥，这个钱你们还是尽快追回，不然晚了的话，只怕是1分钱都追不回来了。什么？听清楚了吗？你个蠢货！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去追钱！我告诉你，这200万你要是追不回来，老子有你好看。是，我来处理。喂，韩子轩，你儿子的病情已经加速恶化了，必须立即交钱手术，不然轻则变成植物人，重则丧命。赶紧的，我已经给你请来不亚于华人手一样的专家，就等你交钱手术了。我现在已经筹够钱了，我马上去交费。我告诉你们，不管用尽什么办法，一定要把我儿子的病给我治好了，否则我饶不了你们。子轩，你别担心，这肯定是医院的惯用手法，我就是想让我们交钱嘛。我知道，焦虑战术嘛。这要是在国外，那都是后交费的。唉，国内的文明啊，跟国外相比，至少差了100。走。林飞，你来医院干什么？该不会是后悔了，想死皮赖脸的来医院里面求我复合吧？求你复合？图什么？图帮你还债？你上次污蔑我非礼你的事儿，我还没跟你算账。你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而且就算是没有你，人家子轩也一样找到关系，弄到了200万。现在谁还稀罕您这点臭钱啊？是吗？那你知不知道，这200万的利息高的，就算是把你们俩都卖了，你也还不上。什么？你说这是高利贷？林飞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。什么高利贷呀？你少出来给我喷人！是不是高利贷，你自己心里有数。够了，林飞，你真让人恶心！欲擒故纵不灵了，就开始泼子轩脏水了是吧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不就是想看我们没钱，所以趁火打劫，让我逼不得已向你妥协吗？可是你没有想到啊，子轩靠自己弄到了钱，让你失去了威胁我的手段，所以你急了，你开始诬陷子轩了。林飞，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，是你自己不珍惜，自己没有把握住，还想让我给你服软，你想都别想！我告诉你，就算你跪在我面前求我，我都不会多看你一眼。别自作多情了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我们俩现在已经离婚，没有任何关系。自己借了钱，可不要来找我帮你。
至于其他的，你爱信不信。哎呀，行了，林飞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能不能别装了？张口是钱，闭口是钱，钱，你听不懂人话是吗？子轩国外的关系网这么广，一句话就能让别人带200万给我们。以后啊，人家比你更有钱，比你更厉害。你个抠门货，有多远给我滚多远！子轩，我们走。你好，给我儿子韩小宝充值200万医药费。拿来吧你。龙爷，你这干什么呀？这钱是我儿子救命的钱，你不能拿走。老子才懒得管你这些，欠债还钱天经。龙爷，我儿子真等着这个钱救命呢，求求你，行好，还给我啊！是啊，龙爷，人命关天啊！哎，打住！你们是不是搞错了一些事情啊？你儿子又不是老子害的，是你儿子自食其果倒下的，他的死活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再说了，你不是有1亿美金吗？就不能拿出来救你儿子呀？你要是现在告诉我你没有那笔钱，我立刻将这200万还给你。告诉我，你有没有1亿的创业资金？有没有？我当然有1个亿的创业资金，但那钱不能动，那要干大事了。好，既然你有钱，那这200万对你来说就无关紧要了。走，龙爷，你不能走，我去。走，龙爷，你不能走。韩子轩，小宝已经快不行了，你不是已经凑够钱了吗？快交钱了！钱，你儿子现在已经很严重了，真的不能再拖了。就这费用，还有狗屁的钱呢！道哥，你来的正好，快再借我200万！我去你大爷！就你，还好意思找我借钱啊？哟，自己看清楚，先把欠你这200万还清楚了再说。借款200万，3日后还款300万，子轩，难道林飞说的都是真的？你真的让我借了高利贷啊？不是，若雪，这件事情回去再跟你说，当务之急先救小宝啊！而且这钱又不用你还，林飞还就是了。道哥，这样你再借我200万，3日之后我让我老公一共还给你600万。哎呀，我老公是林飞，帝豪公司的大老板，600万对他来说就是9牛1毛。我早就说过了，你自己借的钱自己还，我可不会帮你还。林飞，小宝现在危在旦夕，人命关天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不是说韩子轩比我优秀，比我有出息，在国外人脉广，随便动动手就能够贷款200万，甚至是我跪下来求你，你都不会原谅我吗？怎么，现在又问我借钱帮你还钱？有本事你找他呀！我和赵若雪现在已经离婚了，没有任何关系，谁借的钱，你找谁还。林总说的是，小的明白。病人快不行了，要是再没钱手术的话，恐怕……若雪，我求求你了，救救小宝啊！你跟林飞好歹夫妻上，他心里肯定还是有你的呀。而且他舔了你这么多年，你随便说几句好话，他肯定会掏钱的。当务之急，先救小宝啊！对，林飞，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挽留我的机会，现在马上拿出200万救小宝。你之前的所作所为，我可以既往不咎，而且我也愿意以后不再跟子轩来往。这是我给你的最后机会了，也是最后能挽留我的机会。我劝你好好珍惜。我之前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我这儿不是垃圾站，不收垃圾。你不是林飞，你还是个男人吗？不是有你这么对待自己老婆的吗？你明明那么有钱，为什么连200万都不愿意给他？她现在还是我老婆吗？
我跟他已经没关系了。再说了，我就算是给他200万，还不是倒贴给你了？你真的觉得我很像个冤大头啊？你把钱给了我，那钱就是我的了，我怎么支配与你无关。你总不能因为是你掏的钱，所以就想控制我的人生吧？所以我选择不控制你的人生，不给你钱。小宝他还是一个孩子，你就这么忍心眼睁睁的看着一个孩子变成这样，见死不救吗？你每天挣那么多钱，你就不用造福社会吗？他又不是我儿子，他的死活关我屁事啊！难道就因为我钱多，我就必须要出钱来救他吗？照你这么说的话，那银行的钱可比我多呀！你们去找银行呗，找我干什么？而且咱们韩子轩可是国外的高材生，有1亿美金的创业资金呢，随便拿点利息出来，不就解决了？在这儿慢慢折腾吧。再见。林飞，林飞，你给我回来！林飞，韩小宝真的要不行了，必须马上送抢救室。都不知道能不能保住韩小宝的命。就算是救活了，以后恐怕也是个植物人了，耽搁的太久了。林飞，你这个没良心的渣男，你不得好死！别他妈废话了，赶紧还钱！刀哥，这钱不是已经被龙爷拿走了吗？老子是贷款给的你，至于龙爷从你那儿拿的钱，是抵你跟韩子轩的债，跟我有鸡毛关系。赶紧还钱，否则要你们两个的狗命！子轩怎么办？快想想办法，要不然我们先把那1亿美金拿出来用吧。那个钱不能用。小宝手术要钱，我还这300万也要钱，还是拿出来先用吧。而且那几百万对于1亿美金来说一点也不多。那你滚一边去！你借的钱又不是我借的，关我屁事儿啊！子轩，你在说什么呢？我做这一切全都是为了你啊！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，我为你落得了如此的下场，你怎么能说这种？老子是海外归来的留学博士，你赵同学算个什么东西啊？我之所以对你好讨好你，是看在你能掌控林飞的份儿上。现在你的舔狗都没了，你说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我之所以对你好讨好你，是看在你能掌控林飞的份儿上。现在你的舔狗都没了，你说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子轩，你告诉我，你刚刚说的全都是假的，全都是骗我的，对不对？子轩，你一定是因为太着急，所以说的气话，对不对？子轩，没事的，你是海归，你还那么有实力，你以后一定能起飞的，一定比那个林一飞更有钱。若雪，刚才是因为我太担心小宝了，所以才一时冲动，请你原谅我。子轩，我相信你，你是海归，你是被文明熏陶过的人，如果不是因为太担心小宝，你是不会失态的。就他，还海归？我呸！他所有的学历全部是做的假，他在国外上的学校也只是一个垃圾学校，而且他在国外欠了一屁股债，被人到处追债。后来走投无路，就去骗了几十个留学生的生活费，腿都差点被人打断了。哦，在国外混不下去了，就悄悄地溜回国内。也只有你才相信他是海外归来的高材生。这个就是他在国外被人追债的新闻和报道，你自己好好看看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一定是在污蔑韩子轩，绝对不可能是这样的人。韩子轩，你告诉我，你不是？若雪，我不是。道哥跟林飞是一伙的，是他在诬陷我。
你果然是个蠢女。就不以为你为他做了那么多，他就会感激你。你动动点脑子想想吧。这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这怎么会这样？若雪，不是这样的，你听我解释，我真是海归，我也真有1个亿美金，那资料都是假的，那是捏造的。韩子轩在哪？不走！你这个王八蛋，骗我们几百万，你以为回国了我们就找不到你了？你这个畜生，把我妹骗到身无分文，要不是我及时赶到，她现在就死在异国他乡了，知道吗？还哈佛留学生，他1亿美金风头，你他妈就一个连野鸡大学都毕业不了的废物，还敢吹牛？我打！什么？子轩，他真是骗子！我他妈的做成他妈因为他们我这个化成灰我都认识你。还有你那没家教的儿子在哪里？老子一起收拾了！我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天哪，落水救我！韩子超，给你3天时间，不把骗走我们的钱还给我，老子抓你去坐牢！子轩，你真的骗了他们的钱？若雪，我没有骗人，是他们认错人了。认错人了？对，你根本就不是人，你是人渣，是畜生。自己好好看看吧。刀哥，你就放心吧，她老公是林飞帝豪集团的老板，有的是钱，不可能。哼哼，行，你的中介费10万。谢谢刀哥，谢谢刀哥。子轩，我没想到你真的是个骗子！什么海归，什么1亿美金，全都是骗我的！我掏心掏肺对你，你居然坑我、骗我，你还是这人吗？你给我一个解释！你给我一个解释！解释个屁啊！解释！你是听不懂人话吗？你在我这儿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，你就是个蠢货！我看见你就恶心，有多远给我滚多远，别他妈的恶心我！原来你刚才那不是试探，你是真的厌恶我。我不该厌恶你吗？啊！如果你早点去讨好林飞，早点让他把钱拿出来，我们至于落到这个地步吗？结果你一直端着，让我没别墅住，没豪车开，小宝也住院了，我还欠了一屁股债，都他妈怪你！可是我的钱都是因为你啊！那跟我有个屁关系啊！是你太自以为是了，所以才搞得这么一地烂摊子。我的错，我的错。你说你这女人是不是欠的？人家林总这么大个老板对你这么好，你却不懂得珍惜，偏偏要跑到韩子轩这个蠢货身边去当他的舔狗。正所谓舔狗舔狗，舔到最后一无所有，说的就是你这种蠢女人。我愚蠢。你当然愚蠢，而且你蠢到无可救药，并且你眼睛还小，不然的话，你怎么会有眼不识泰山呢？看在你是林老板前妻的份上，我也给你3天的时间。3天之后这是还不了钱的话，那可就不要怪我。走。抱歉，韩先生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虽然保住了小宝的命，但以后恐怕只能是一个植物人了。怪林飞，要不是他见死不救，小宝也不可能变成这个样子。林飞，给我等着，我一定会让你后悔的。林飞，你个杀千刀的，当初我就不应该把女儿
嫁给你。林飞，你这给脸不要脸啊！你再不让我们进去，你信不信我让我姐嫁给韩子轩？妈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哎呀，女儿，你终于来了！哎呦，女儿，你可算是来了！哎，你什么时候从刀哥那借的钱的？害得我们乡下的车子、房子都被收了呀！对呀，你看我们还被打成这样，本来想来投靠林飞，结果他居然把我们赶出来了。你说他是不是太没良心了？你太没良心了！姐，你可得想想办法呀！我们全家的幸福都在你一人身上啊！你们放心，我这就去劝林飞，这一次肯定会让林飞回心转意的。走。林飞呢？林飞，林飞，林飞，我出了。谁让你们来我家的？林飞，我知道，你不就是想得到我的人，并且得到我的心吗？行，我可以答应你。以后呢，我只属于你一个人。并且绝对不会跟那个韩子轩再有任何来往，但是你必须让我爸妈和我弟弟重新拥有以前的富贵生活，怎么样？怎么，你们真觉得我很像个冤大头啊？林飞，你别给脸不要脸啊！我劝你见好就收。没错，林飞，只有这样，你才有机会再次拥有我姐，明白吗？不然你就等着孤独终老。都别吵了，这事就由我这个长辈来拍板吧。林飞，你若答应若雪的全部条件，我就让若雪给你生一个女儿。这事就这么定了，今晚我们就搬进来。林飞，我跟你说，你以后若是好好表现，我就让若雪再给你多生一个儿子，让你传宗接代，好不好？打住！我不需要这份施舍，我也不需要这份荣幸。赵小姐，抱歉，我配不上你，你还是去找韩子轩吧。只有韩子轩这种海归才能配得上你。还愣着干嘛？再不滚，我打电话让刀哥滚。林飞，你会后悔的。赵若雪说的。你给我等着。女儿啊，你说现在没有林飞这舔狗了，咱们家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？完蛋了，不仅好日子没了，还背上了几百万的债务，这以后觉都没法睡了，这怎么办呀？林飞，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，是你自己不珍惜，那就别怪我无情了。女儿，你有办法了。虽然我跟他签字离婚了，但是还有1个月的冷静期。过了冷静期，拿到离婚证才算法律上的离婚。所以，只要他在这个时候死了，他的一切就全都是我的了。喂，龙爷。林老弟，我手下跟我汇报，韩子轩最近在购买一些刀具棍棒，恐怕会对你动手，你小心一点。谢谢龙爷提醒。我就等着他犯浑呢，要不然这新仇旧恨我怎么一起算？看来林老弟早有安排。对了，我还听说赵若雪还差刀仔100多万，他现在也有点走投无路了。他现在确实是走投无路了。林飞。是你把我儿子害成植物人的，老子今天让你也成为植物人，一辈子都只能在床上度过。林飞，你的一切都是我的，谁也夺不走。在我这里，没有离婚，
只有丧偶。小宝，爸这就为你报仇。老子让你把我逼上绝路，让你把我儿子害成植物人，让你有钱不给，让你见死不救。来呀！你不是很有钱吗？你不是很嚣张吗？那就让我看看，钱多能不能让你多出一条命来。若雪，是你。子轩，救我！你们干什么呀？干什么呀？韩子轩，你入室行凶，证据确凿，现在依法将你逮捕。雨飞，是你，原来这一切都是你安排的。林先生听说你在购买管制刀具，担心你会对他不利，特意跑来寻求我们帮助，结果你竟然真的入室行凶。行凶过程已经被林先生家里的监控拍到，现在受害者也躺在你面前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？受害者快不行了，快送医院！受害者的老婆遭到重创，虽然性命是保住了，但是脑部神经几乎全部损毁，怕是要成为植物人了。王医生，我已经预留了100万的手术费，希望您全力救治，尽量让他醒过来。林先生，您真是有情有义了。毕竟也是夫妻一场，他也为他的所作所为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够了。韩子轩犯入室行凶、故意伤人罪，罪名成立，经查，同犯诈骗罪，证据确凿，多罪并罚，判处终身监禁。韩子轩因在监狱和狱友发生口角冲突，被殴打致终身残废。老爹，听说我老妹儿怀孕了，特地带了点东西来看望你们，恭喜啊！来，龙哥，快坐。哎，坏姐，你们这两个老不死的东西啊！我告诉你们，今天我要是再吃不上肉的话，我就得死！儿子，今天肯定能吃上肉，快点！是赵耀祖一家。赵耀祖在没有你这个前姐夫扶持后，他就偷了他爹妈的棺材本，跑去跟人赛车，结果废掉了双腿。赵大富和刘翡翠没有收入，没有积蓄，只能天天带着赵耀祖出来捡垃圾。我听说呀，3天都吃不上1顿肉。还好你存到赵若雪医疗账户上的100万是专款专用，要不然早被他们取出来霍霍喽。这一切都是他们罪有应得。当初他们吸林飞的血，那可是几千万往死里面吸的。一切都已经过去了，咱们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好了。也是，没有他们，也没有现在幸福的我们。向前看，美好在前方。对，美好在前方。来，走。